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古大门的频道。阅古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前一支影片，小片我为大家分享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课题，也就是乌克兰战争到底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和战争对于股市的影响。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就是上一支影片的续集。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上一集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一场战争的起源与俄罗斯会开战和不开战的原因。那今天我们将会来为大家分享如何用博弈论来分析这场战争，和如果战争发生的话，对于股市会有怎么样的影响。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谈谈关于博弈论，也就是 Game Theory。那使用这一个 Game Theory 来解释这个局势，其实就是把事情简单化，以便更容易了解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可能战争会有很多可能性，但是这里我们就必须假设每个玩家只有2个选择。那在这一场博弈论内，我们就要假设西方和俄方是2位玩家，他们靠着观察对方的举动做出反应。那首先就是俄方先选择，也就是温和和侵略性的选择。那如果是温和，他们的局势将会保持现状；而如果是侵略性，则是到西方做出举动。那轮到西方，他们也有2个选择，那就是让步不插手俄罗斯占据东巴斯地区，或者是做出反击，比如说制裁和兵力支援。那如果西方的决定是反击的话，就轮到俄方做出选择，那就是后退和冲突。那如果俄方选择是后退，我们就必须假设一切回到现状。但是如果俄方选择了冲突，这将会是双方准备战争。那在这一场博弈论中，每个决定都会为双方带来一定的 utility 利益。那如果是维持现状，将会是各方是0分。那如果是西方让步，将会是西方0分，俄方1分。那如果是准备战争，则将会是双方负11分，因为这也是双方亏损最大的一步棋。那了解了游戏结构，我们就来分析。那如今的局面，俄方很明显是已经选择了侵略性的举动。那我们就不谈论第一层面的选择，来到第2层面。那到底西方应该选择让步还是反击呢？那如果按照游戏的 utility 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让步将会是最合理的解释，因为输1分是好过输11分的。那是不是说如今的战争就不会发生了呢？那当然不是，这是因为如果这一场游戏是 one-off game 的话，那西方让步是最理智的选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这一个游戏其实更像是 repeated game， 毕竟这一次已经不是俄方第一次侵略了。那现在我们就来说 repeated game。那如果按照 repeated game 来做个例子，就好像如果你今天遇到劫匪，你肯定不会和他起冲突，因为你的生命是重要过你身上的钱财。但是如果这一个劫匪每天都在你家门口等你，持续打抢你，那可能你的策略就会改变了，可能你会做出一定的反击。这也就是 one-off game 和 repeated game 的不同。那在这一个情况下，似乎西方国家也预见了这个问题，也就导致如今他们是一些想要做出反击，一些则想要让步。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双方玩家的差别，那就是俄方其实是在玩 repeated game， 而西方则是在玩 one-off game。这话又怎么说呢？这就有关到他们领导人在任的时间。西方的一个总统也就不过只能在任4至10年，而俄方的普京则是可能继续连任到不知多久。所以西方的领袖并不想要在他们在任的时候有这样的军事冲突，可是普京并不在意，他有的是时间和你们熬。所以如今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陷入了僵局，时不时就看到双方挑起争端，然后又谈判。那到底西方有什么选择可以做呢？那就是让俄罗斯的第一层面的第1个选择，也就是保持温和的政策拥有更大的好处，也就是西方现在不断在谈判的原因，希望俄罗斯撤销他们侵略性的策略。但是似乎普京也非常清楚西方的策略，所以并没有选择让步，而且也开出了一些西方无法接受的条件。那到底战争又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从这一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历史记录，其实在重大的战争或者恐怖袭击之后，大势都是呈现了上涨的趋势。而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战争发生之前，市场是已经做出了回调，而战争一发生之后，反而股价就开始反弹。这是因为战争发生之前，股市将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随着战争打起来，不确定性反而就消散了。那如今到底这一场俄乌冲突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大势呢？其实纵观道琼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因为战争的影响是比较小的，而真正影响大势的还是美国的升息政策。但是其实升息政策也会被战争影响。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小编就要说到受到战争影响的货品了。那最受影响的当然就是汽油。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去年为俄乌冲突开始，汽油价格就一直是往上升，最高去到$96一桶。那到底为什么打仗汽油会大涨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是一个产油国，那一旦战争发生，很有可能俄罗斯就不会卖汽油给西方国家，或者是战争也将会迫害到一些产油的生产线，所以市场的恐慌也就让汽油价格节节攀升。那到底战争如何影响美国的升息政策呢？那很简单，由于现在战争导致油价大起，而油价大起就会带动通货膨胀。那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美国将会采取更加强劲的升息政策，而股市当然也将会受到牵连。那除了汽油之外，会受到影响的也就是黄金。我们可以看到，去年为黄金已经是迎来了一波大涨，但是很快的就回落，而在今年更是因为俄乌关系升温再次上涨。那到底会不会持续呢？其实战争导致黄金需求主要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也就是俄乌地区。那如果只是这两个国家冲突，规模其实不足以让黄金暴涨的。而黄金能涨多少，主要是必须看战争的规模有多大，有没有让其他西方大国猛印钞票来打这一场战争。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小编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对港股和美股有兴趣的朋友们，这里小编有一个好康要介绍给大家，那就是如今只要通过小编的连接，向 Longbridge 长桥开设港美股户口，并入金$2000无需交易，就能得到一个 Apple 苹果股票哦。也就是说，白白赚了688令吉，你们还在等什么呢？而且此活动将会在这一个月为截止，所以动作要快，连接小编将会放在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哦。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了解。回到正题，那荧幕前的你们觉得最后这一场冲突将会演变成战争吗？觉得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如果觉得不会的，请打上2，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我们来统计一下哪边的支持者比较多。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